外国媒体近日爆料，台湾竟然和以色列悄悄组成了一个秘密反中小组，目标直指北京当局。消息一出，中南海震动。据传习近平听闻后震怒非常，下令全面清查内部，内鬼疯狂抓人，生怕有人通风报信让消息外泄。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台湾和以色列为何要秘密联手对抗中国？习近平又为何反应如此强烈？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国际角力背后的精彩内幕。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则令人瞠目结舌的爆料内容。2025年12月，路透社独家披露，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曾在近期秘密出访以色列。这趟行程事先毫无公开讯息，完全在暗中进行。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出，一名以色列的重要国防与外交委员会议员奥哈德塔尔也低调访问台湾，在台北会晤了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外交部长林佳龙等高层官员。台湾高官赴耶路撒冷，以色列正要来台北，双方如此你来我往，形成了一系列地下会谈。直到外媒揭露，世人才恍然大悟，台湾与以色列正在酝酿一个非正式但针对性极强的秘密小组。这个小组的矛头直指北京当局，甚至还包括与中国结盟密切的俄罗斯、伊朗、北韩等国家。用那位以色列议员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共同对抗一个邪恶轴心，以中国为首，串联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阵营。这简直像电影情节一般，民主阵营的两个远在天涯的伙伴悄悄结盟对付强权，难怪消息传出会在北京引发惊天波澜。更令人玩味的是，这次爆料提到美国全程支持这些会谈，换言之，美国很可能就是这场台以秘密结盟的幕后推手或牵线人。毕竟美国近年来积极编织各种同盟网络围堵中国，例如印太战略、四方安全对话等等。如今连远在中东的以色列都被拉入对抗中国的布局，这显示出美国围堵阵线的版图正在扩大。美国常年是以色列最紧密的盟友，同时也是台湾最重要的后盾之一。如果美方撮合台湾与以色列合作，那么北京将同时面对美台以三方的战略压力。对习近平而言，这无疑是极其棘手且刺痛的局面。一直以来，他最忌惮的就是西方国家联手串联围堵中国，如今竟连以色列这样以往相对中立的国家都卷入进来，让北京更有被包围的危机感。台湾和以色列为什么突然走得这么近？表面看两国相隔万里，实际上却有许多相似处。首先，两国同为民主政体，在威权林立的区域中显得特立独行，彼此之间容易产生惺惺相惜之感。台湾常年面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以色列则处于中东战火纷飞的环境，周遭敌对势力环伺，双方都处境孤危，需要强大的国防和盟友支持才能维持生存。正因如此，台湾一直视以色列为值得学习的对象。例如，台湾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以色列在面对强敌环伺下建立起坚强国防的决心和能力，是台湾可以借鉴的宝贵范例。特别是2023年10月爆发的以巴战争中，台湾民众和政府对以色列表达了高度同情与支持。台湾各界声援以色列对抗恐怖袭击的正当防卫，以色列政府也注意到台湾这个遥远朋友的义举，两国民间好感度因此上升不少。从价值观和处境来说，台以确实有天然的合作基础，都是小国寡民，却要对抗区域内体量庞大且咄咄逼人的威胁者。台湾对中国大致就如同以色列对伊朗或极端组织，一旦有吹风草动，都可能面临生死存亡挑战。这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让双方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其次，更具体的利益考量上，台湾与以色列的合作有很强的互补性。以色列是世界知名的军工强国，特别在飞弹防御系统、高科技武器方面独步全球。台湾则拥有成熟的制造业和科技产业能力，被誉为科技岛。如果两国携手合作，以色列可以提供尖端的军事技术，台湾可以凭借强大产能进行研发制造，双方各取所长，减少对第三方的依赖。这点对以色列尤为重要。2025年的夏天，以色列在与黎巴嫩真主党及伊朗代理人冲突时发现，
自产防空拦截弹药供给不足，不得不依赖美国运补。有专家指出，以色列本身生产基础有限，若能与具有世界级制造实力的台湾合作，共同研制军备，将大幅提升以色列的自给能力。同样，台湾目前许多国防装备仰赖美国供应，若能从以色列获得军事技术并自行生产，也可减轻美国的负担，并提高自我防卫效率。更不必说，以色列的武器系统有不少适合台湾需求，例如以色列闻名于世的铁穹 Iron Dome 防空系统，就能拦截周边武装团体射来的大量火箭弹。台湾正面对中国导弹、无人机可能的饱和攻击威胁，如果有类似铁穹的多层防御网，将极大增强防御能力。今年台湾总统赖清德已宣示，要打造国产的台湾之盾 T-Dome 多层次防空系统，而这套系统据称正是借鉴以色列的经验，整合台湾现有的爱国者飞弹、天弓飞弹等拦截武器，强化自动化感测与拦截链。台湾之盾的概念可以看作铁穹的台湾版本。如果能得到以色列在雷达、拦截技术上的指导，对台湾来说是如虎添翼。因此，可以推想吴志忠密访以色列时，极可能就是为了这方面的合作而去，讨论如何引进以色列的防御技术，协助台湾建立更可靠的飞弹防御网。相对的，以色列议员塔尔秘密来台，除了会见台湾高层表达政治支持外，或许也在评估台湾的产业能力和供应链潜力，看未来是否能在军工生产上展开合作。这些战略盘算都隐藏在一次次秘密访问和闭门会议之中。除了军事领域，台湾与以色列在经济科技上也有高度互补性。以色列是创新创业的国度，在资安、晶片设计、生医、科技等方面世界领先。台湾则拥有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和资通讯产业基础。如果两国能深化合作，台湾的制造优势加上以色列的研发创意，可能碰撞出惊人的火花。不妨设想，以色列若担心中国在高科技上的竞争甚至网络攻击威胁，那么台以联手在资安和晶片上合作，就既有商业利益，也带点联防性质。此外，双方在资源上也各有所需。台湾长期缺乏邦交国和国际支持，而以色列身处中东，外交环境复杂，也希望在亚洲拓展友好伙伴。有趣的是，早年以色列和中国本来关系不错，90年代曾一度成为中国军事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那时，以色列曾向中国出售先进无人机和预警机技术，甚至计划提供费尔康、雷达系统等尖端武器。然而2000年代初，在美国压力下，以中军事合作降温，以色列逐渐与中国保持距离。近10年来，以色列和中国主要是在经贸上往来热络，例如中国企业参与以色列基础建设投标，双方科技公司合作等。但随着美中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白热化，以色列近年也开始重新权衡对华关系。近年来，美国多次提醒以色列防范中国渗透，甚至暗示以色列别在关键基建上让中资介入过深。再加上2023年10月爆发以哈战争时，中国在国际场合对以色列的支持态度暧昧，引发以色列舆论对北京的不满。当时中国外交部声称谴责暴力伤及平民，却迟迟不点名谴责哈马斯，还高调接待伊朗外长，被许多以色列人视为不友善的表现。反观台湾，从政府到民间都旗帜鲜明声援以色列，甚至台湾民众自发在台北市中心举行集会，祈祷以色列平安。这强烈对比势必也影响了以色列政界对台湾和中国的观感。种种因素汇合下，以色列开始更明确地倒向民主阵营这边站队。今年7月，以色列国会竟有超过半数，共72名议员联名发布声明，公开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机构。这在过去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壮举。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闻讯后气急败坏，痛批这些议员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还点名带头联署声明的2位议员就是宗教锡安主义政党的塔尔以及未来党的杜博夫斯基，质问他们是不是要成为破坏台海稳定的帮凶。北京直接将怒火撒向这2位以色列民选代表，指责他们今年曾窜访台湾，与台湾副总统等高层会晤。很明显，中共已将台以之间快速升温的互动看作严重挑衅。
而现在爆出更实质的安全合作对话，北京方面岂能不大发雷霆？消息披露后，北京政府立刻做出公开反应，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措辞强硬的声明，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红线，严正警告以色列不要发出错误信号。声明援引中以建交公报，强调以方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以色列纠正错误行径。简单来说，就是要以色列立刻与台湾划清界限，不得再有任何官方往来。北京此举等于向以色列下最后通牒，别以为只是国会议员私人行动就可以逃过中国的震怒。确实，从中国角度看，无论吴志忠在以色列见了谁，塔尔在台湾谈了什么，只要发生了这种官方层级的接触，就是踩到了一中原则的地雷。北京最忌讳各国政府或高官与台湾直接交流，因为那会被视作变相承认台湾的政治地位。更何况，此次台以交流的敏感性不仅在外交层面，更碰触到军事合作、情报共享等安保议题，这对北京来说简直如芒刺在背。台湾本就有美日等强大后盾，如今在联手善战的以色列，岂不是如虎添翼？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际统战，眼看着一个个国家倒向台湾，北京当局难免有种挫败感与危机感。习近平在国际场合时常声称反对冷战思维，反对拉帮结派，其实说穿了，就是怕西方阵营形成对抗中俄的联盟。如今西方真的在组圈圈，以色列都被拉进来了，这正中了习近平最深的恐惧。于是乎，在公开谴责以色列之余，习近平很可能在内部大发雷霆，要求彻查相关状况。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一下中南海会议室的情景，当这个消息传到北京高层耳中，习近平勃然大怒，质问手下怎么回事？台湾和以色列暗通款曲，我们竟然直到外媒报道才知情，情报部门的人都在干什么吃的？他或许怀疑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漏洞，是不是有内鬼在内部通风报信，导致对方的秘密行动没能及早被拦阻。毕竟吴志忠这种高官出国不可能完全不露踪迹，以色列议员来台也需要一路过境多国，如果中国情报单位灵通，应该早察觉蛛丝马迹，如今事后才通过外媒得知，难怪习近平会气得拍桌子。在他的执政风格中，一向容不下对他不利的意外。这些年，习近平几乎对任何吹风草动都保持高度警惕，整肃内部、清洗异己成了常态。如果这次真有人因消息外泄或失职而被他怀疑，恐怕难逃严厉惩治。事实上，就在最近这段时间，中共内部已经频频上演抓内鬼大戏，这也是理解习近平反应的一把钥匙。我们不妨从过去几年的案例来看，习近平是如何对待他眼中的内奸与威胁的。早在2023年，中国军方高层就经历过一场大地震。当年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副司令刘光斌等将领突然被免职调查，随后连带着国防部长李尚福也神秘消失在公众视野。官方后来给出的说法是贪腐问题，但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背后可能牵涉更敏感的泄密事件。据传，在此之前，美国情报界罕见地掌握了中共火箭军的重要内部情报，包括火箭军导弹部队部署、演习计划等机密。有传闻称，美方甚至拦截到火箭军准备对台作战的计划讯息。如此精确的情报来源，引发北京高度疑惧，这不可能凭空而来，极可能是中共内部出了叛徒，把最高机密卖给了美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对火箭军系统展开大清洗，高层将领几乎一网打尽，宁可错杀，也不放过任何可疑之人。甚至有消息指，李尚福之所以被拿下，并非仅仅因为购买军备中的贪腐，而是因为涉嫌将导弹测试资料外泄给外国，使习近平震怒。虽然中共官方从未公开证实内鬼泄密，但从处置的严厉程度推测，习近平确实是按抓内奸的态度在整顿军队。当时有媒体形容，习近平下令从导弹基地到造船厂，全军彻查可能的内部泄密者，一时间草木皆兵。中国军队多年未见如此大规模的反谍行动，足见这次风波对习近平造成多大刺激。经此风波后，
习近平在军中更是强调绝对忠诚，不断要求清除两面人和投机者，务必确保军队只听从共产党指挥。再看政法和情报系统，近年来同样人心惶惶。早在2022年，中共就曾公开宣称破获孙立军政治团伙，将一批政法高官定性为对党不忠的野心家，统统法办。2024年，中纪委驻中组部的一位高级纪检组长李刚被曝光是内鬼，他长期以来阳奉阴违，以权谋私，最终被判重刑15年。这位李刚可是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监察干部，却成了最高级内鬼，让习近平颜面大失。习近平大权在握10多年，却发现连自己身边维护党纪的人都有两面三刀的，能不震怒吗？因此对内清洗只会更趋严厉。今年以来，中共国安部也异常高调地对公众宣传反间谍，从修改反间谍法扩大打击范围，到公开披露多起境外间谍案细节，再到呼吁全民提高警惕，防范间谍渗透，整个中国社会几乎进入一种全民抓特务的氛围。一时间，间谍就在你我身边的宣传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似乎每个和外国有接触的人都值得怀疑。今年暑假，中国一家军工企业的年轻员工就被以间谍罪逮捕，罪名是他在出国留学期间被中情局策反，回国后暗中搜集军事技术情报提供给美方。还有一名政府官员被指在国外旅游时落入陷阱，接受外国间谍组织金钱，为其提供中国内部政策文件，结果也被抓捕公审。这些案例被官方大肆宣传，正是为了替习近平营造内部不断有鬼，要随时揪出的舆论。习近平乐于看到全社会陷入对内奸的警惕与对敌意识的高涨，因为这能为他收紧统治、强化安全审查提供合理性。有人形容，如今在中国当官，最要紧的是表现出对习核心的绝对忠诚，否则一旦被怀疑与境外势力勾连，或者不忠诚、不老实，就可能祸从天降。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每遇到大风波，第一反应往往是先收紧内讧，把自家阵营的闸门关严再说。基于以上背景，我们再回头看台湾与以色列秘密结盟这件事，就更能理解习近平的紧张和暴怒。对他来说，这仿佛是一场内外夹击的险局，外有美国拉拢各国合围中国，现在连中东强国以色列都加入反中行列，内有可能通敌报信的奸细，让他防不胜防。因此他很可能采取两条线同时应对，一方面对外强硬示警，对以色列发飙给其他蠢蠢欲动的国家看，意思是任何国家胆敢效法，都将面临中国的外交怒火甚至制裁。另一方面对内大肆稽查，把此次事件中认为失职或可疑的人严惩，以杀鸡儆猴，维稳军心关心。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看到中共内部有相关人等被问责调职，或者又有哪位高官被扣上严重违纪违法的帽子拿下，背后实则与此事有关。毕竟以习近平过去的风格，他绝不允许自己在国际博弈中显得被动失态，而最简单的转移方式就是对内揪出替罪羊，显示他依然牢牢掌控局势。不过习近平忙着抓内鬼固然能暂时稳住内部，长期看来却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内斗过度会让官僚系统人心涣散，人人自危。现在北京官场许多人私下就流传宁犯天条，勿涉外事的潜规则，因为谁也说不准哪天和外国人多说两句话就被贴上通敌标签。这种草木皆兵的氛围其实反映出习近平统治的一个矛盾，他越想缔造对外强大的形象，越想推行雄心勃勃的政策，越需要广纳各方人才和创新合作，但他又极度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官僚，动辄怀疑身边有人通敌，使得许多有能力的人反而不敢做事，或干脆沉默保身。长期下来，内部活力被消磨，反倒削弱了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韧性，这对他本人以及整个政权其实是一种隐忧。回到国际层面，台湾与以色列的靠近对东亚和中东局势都可能带来深远影响。对台湾而言，多了一个实力坚强的伙伴是重大外交突破。尽管台以没有正式邦交，但只要双方实质合作深化，对台湾的安全和国际地位都是利好消息。可以想见，
未来以色列在一些国际场合或许会更大胆地为台湾发声，例如在联合国相关议题上替台湾说句公道话，或者在军售上变相提供台湾所需的防御器材。以色列一向务实，若评估与台合作对其自身利益有利，他并不会太在乎中国的跳脚，特别是如果美国背后撑腰，以色列更有底气。至于中国，则势必要重新审视对以外交。北京过去对以色列其实颇为拉拢，毕竟以色列科技发达，又与美国关系特殊，是个值得扩展的对象。可是现在以色列明显在外交上倒向美国阵营，北京恐怕会对以色列采取冷淡甚至报复措施，例如可能减少与以色列的科技和商业合作，转而加深与以敌对的伊朗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示惩罚。事实上，就在这次中东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加强与伊朗的战略协调，甚至有传中方考虑邀请伊朗加入金砖国家来提高其国际地位。未来中以关系若持续恶化，中国或许还会在联合国人权等问题上对以色列施压投反对票等等，以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总之，台以靠近势必引发中以渐行渐远，这对国际地缘政治板块又是一番新的调整。最后，我们不妨展望一下这场秘密反中小组风波的后续走向。台湾与以色列会不会因此正式建立某种防务合作机制？或许不会明面上宣布，但私下里双边交流只会更加频繁深入。毕竟这次都敢大胆互访了，以后技术团队互动、情报分享等也许都会展开，甚至可能纳入更广泛的多边架构。有人猜测，美国也许会撮合一个非正式的民主技术防卫联盟，让以色列和台湾甚至日本、韩国等共享特定军事科技资讯，形成针对中俄阵营的科技围堵圈。如果这种趋势成型，对中国将是长期战略压力。面对这样的挑战，习近平未来的反应值得关注。他是一位强调斗争哲学的领导人，向来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外部压力越大，他可能越要展示强硬，甚至可能加快某些冒险举措来打破困局。例如，在台海展示更高强度的军事存在，以恐吓台湾不要因国际支持而铤而走险，或者在外交上投桃报李，加深与美国对立面的结盟，如继续挺俄罗斯、拉拢伊朗等，用另一个集团与美西方周旋。在习近平眼中，国际局势正在演变成两个阵营的对撞。他多次在讲话中暗批美国搞新冷战。那么如果这真的成了一场新冷战，台湾和以色列的秘密协作就可能从地下走向台面，被更多国家效仿加入。到那时，全球将出现更明晰的对抗格局。当然，这不是任何一方乐见的结果，但却是在各种矛盾推动下越走越近的现实。总而言之，台湾与以色列秘密成立反中小组的传闻，揭示了当前国际关系一个耐人寻味的新趋势。在美中博弈的大框架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都可能因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走在一起，联手抗衡另一股势力。而这股趋势正深深刺痛了习近平的神经，使他陷入对内对外双重压力的困境。我们看到，一方面他对外要展现强硬，不许逾矩；另一方面，对内又草木皆兵，疑神疑鬼，唯恐有人从中作梗。这场秘密会议风波对习近平而言，或许既是一次外交打击，也是一次对其统治方式的拷问。当整个世界都在发生改变，他将如何调试策略，应对内外挑战？是继续以高压维稳和战狼态度迎战，还是寻求某种缓和出路？目前迹象看来，他选择了前者。然而高压之下暗流涌动，内外交困之中变数丛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未来数月乃至数年，这场环绕台湾的国际角力将如何发展？而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的秘密结盟事件绝非最后一桩。在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上，更多出人意料的联合作与博弈斗法还将不断上演。习近平能否招架得住，亦或因内耗外患而陷入更大危机，值得全球密切关注。相信不久的将来，真相自会浮现于世人眼前，我们也将见证历史的走向。